以後家裡面的這些廢舊筷子不要再扔掉了，用繩子給它綁一綁，作用真的太厲害了，一年可以省下好幾百塊哦。可惜很多人都浪費掉了，現在知道並不晚，那麼趕緊跟着視頻來看一看。大家好，我是鹏鹏。眾所周知，筷子用久了之後要定期更換，正常筷子壽命是3個月換一次，並且有的不到3個月就會出現發霉發黑的狀態，那麼這時候很多人會扔掉，因為這樣的筷子就算是我們用水來洗也是洗不乾淨的，上面仍然會有發霉發黑的情況，並且剛剛也提過，為了我們的個人健康，建議3個月更換一次哦。而正是這些被你替換下來的廢舊筷子，其實在生活中有很多的作用哦。到底有哪些作用呢？一起來看一看吧。第一，像這種玻璃杯家家戶戶都有吧，平時拿來喝水之類的，而正是因為這個杯子它特別的深，導致我們根本洗不到。而如果遇見這種情況，其實不用擔心，只需要一根廢舊筷子就能搞定。當然，用之前需要先把筷子處理一下，把筷子的底部咱們用錘子給它砸扁，這裡稍微用力一點，就能把筷子底部給它砸成平時用的刷把形狀。看一看，差不多这樣即可。接下來把弄好的筷子在水龍頭底下沖洗沖洗，盡量不要用手洗哦，用鋼絲球來刷，這樣可以把上面的碎屑給刷掉。如果用手來搓洗，一不小心就會把上面的碎屑扎進手裡面。直到洗乾淨之後，我們來看一看效果。只需要在杯子的底部來回刷，可以非常明顯的看見杯底我們用手清洗不到的水垢已經非常輕鬆的開始被刷落，說明這個效果還是非常不錯的。看一看洗出來的這些污垢水垢是不是特別的髒呢？如果你家的水杯底部髒了又清洗不到，那麼就趕緊用這個方法來試一試吧。最後在水龍頭底下沖洗一下即可。這樣我們再來看一看杯底是不是已經乾淨如新呢？第二，咱們準備3根筷子，把它制作成一個這樣的三角形，用鐵絲或者繩子咱們給它捆起來，依次把3個角全部捆起。像這樣就好了。看到這裡，有多少朋友知道這個三腳架的作用了嗎？並且還可以伸縮控制大小哦。那麼它到底有什麼用呢？我們接着往下看。咱們可以把它放入鍋中，看一看非常的穩當，然後在上面放入盤子，可以用來蒸菜蒸饅頭。當然，就算是放一個碗用來蒸牛奶之類的也是可以的，也非常的穩當。第三，這一次的筷子就用的要稍微多一些。這裡我們需要分2步進行。第一步，先準備4根筷子，給它制作成一個正方形，像這樣就差不多了。這裡我們先把每一個角給它綁起來。如果你覺得這樣不好綁，那麼我們可以把筷子兩綁起來。記住哦，一定要綁緊，防止掉落。直到用這個方法將4根筷子全部两绑起來。
綁好以後，我們再把筷子給它連起來，同樣形成了一個正方形。最後只需要把這一個角再綁一綁就可以了。家人們，視頻已經看到這裡，你知道這樣綁起來有什麼作用嗎？可以在下方評論區分享出來。當然了，還有第二步，還得加2根筷子，搭上一個十字架。咱們再用同樣的方法，把筷子的交接處給它牢牢捆起來。當然，如果你覺得這樣捆起来比較礙事兒，那麼我們可以先把另一根筷子給拆下來。這樣捆起來就會省事兒許多。好了，然後是最後一步，筷子盡量從底部穿過來，這樣它有一個固定效果。為了防止掉落，咱們還是得用繩子給它牢牢綁住。現在所有的筷子已經綁好。如果你覺得這些繩子礙事兒，那麼可以給它稍微修剪一下，看起來美觀。當然了，筷子的中心十字架處，我們需要用一根長一點的繩子，或者用一個鐵絲、鐵鈎之類的，給它起到一個固定效果。我相信看到這裡，很多人都已經知道了它的作用吧？沒錯，這就是一個晾曬架，可以用來晾曬襪子、鞋墊、袖套等等，是非常方便的。而且這樣一個支架可以晾非常多的襪子哦，再也不用擔心家裡面的衣架不夠用了。家人們，看完以後都學會了嗎？因此以後家裡面的這些廢舊筷子不要再扔掉了，把它好好利用起來，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可以解決不少的煩惱哦。你也趕緊試試吧。關於這些廢舊筷子，你還知道更多其他的作用嗎？可以在下方評論區分享出來。好了，本期視頻就分享到這裡了。如果你覺得還不錯，或者对你有幫助的話，那麼請用你發財的手給我點個讚吧。我們下個視頻不見不散，拜拜。